BNB 来测试支撑多次，会跌破吗？币安会因此出事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非常欢迎各位可以使用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立即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这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也就是你赚钱了，你是可以直接把币提走的。好，那我们回到 BNB 的盘面上，其实我最近呢也一直在看 BNB， 毕竟币安还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的交易所嘛。那目前 BNB 呢，也就是它的平台币，它已经来测试我们自从牛市以来的支撑呢，已经非常多次了。那我们现在呢，又重新贴近了这个支撑。你可以发现，在这几个位置，我们都曾经来测试过，而且呢，它在过去就扮演了铜墙铁壁一般的支撑。我们只要一碰到这个价位呢，我们就会反弹了。但会不会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就下破了？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下破，我们在下方它是没有任何的筹码堆积的，因为我们在当时暴涨拉破的时候呢。当时是在牛市的背景之下，它一下子就涨得非常非常多，价格运行的非常非常迅速，非常快。当然，运行的很快是非常好，但如果我们跌破这个支撑的话，那么同样我们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呢，也就是在200左右，然后一直到45块这个价格区间呢，如果说跌破，我相信它也会运行的非常快，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筹码堆积。那直到我们大概在45块，然后一直到下方的可能40块这个地方，它才会出现一些之前的筹码，那它才有机会产生一些支撑的效果。这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世界第二大交易所，前世界第二大交易所 FTX 的平台币 FTT。当然了，两个代币它是不可相比拟的，有些地方是不可相比拟的，毕竟 FTX 当时的事件跟币安当前的情况呢是完全不匹配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先说一下，因为如果说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稍微参考借鉴一下。如果说这个位置下破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FTT。其实 FTT 呢，当时它的平台币还没有暴跌之前其实都没有问题的。那即使发生了很多事情都没有问题，真正产生危机的时候呢，产生挤兑，产生危机，到最后倒闭。最重要的导火线就是 FTT 它跌破了它一直以来的支撑。当然呢，这个图表它毕竟不是 FTX 原本的图表，因为 FTX 倒闭了，所以在 TradingView 上面是找不到 FTX 之间交易所的图表的，因为现在已经停更了。但是呢 ，FTX 它上涨的情况尤其是前面 TradingView 没有画的这一段其实它涨的情况就跟 BNB 是很像的，非常雷同，我只能说非常非常雷同。如果说大家有看过它上涨的图表的话，真的是很雷同的。那么我们在一下破的时候，它就产生了非常非常猛烈的跌幅，那最终也导致 FTX 挤兑，然后产生币圈很大很大的动荡。那当然，大盘也连累受影响我相信大家都还历历在目。不过 FTX 它是有挪用用户资金的，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件很不对的事情，因为你有挪用，那用户在挤兑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嘛。甚至就暂停提款等等，那最后就大家提不出钱。但其实呢，我们都认为很安全的地方，比如说银行呢，它也会把用户的资产去挪作他用，也就是做一些比较低风险的投资，或者说做一些资产的配置。那 FTX 它当然也想赚这个钱了，因为它的储户、它的用户在里面放了这么多钱，它肯定去做一些配置，赚一些收益，对它会有很正面的影响。当然，他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比如说像银行，他们就这样做了，或者说 USDT 的发行机构呢，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把美金然后变成 U 嘛，那这些美金呢，它绝对不全是以现金的形式储存它有些可能是以比较低风险的美国国库券那美国国库券基本上是可以视为是无风险的，至少短期的美国国债呢是几乎就是无风险的。毕竟美国在短期内消失的可能性，或者说付不出这个国债的可能性呢，是微乎其微，除非美国这个国家消失，那这个几率是很小很小的。那必然如果说他也有做了类似，即使他只拿很少一部分的资产去做相关的配置，或者是说他们遇到了流动性危机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出事情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价位呢非常非常关键。如果说这里被跌破的话呢，我自己认为呢，它会产生挤兑，然后会产生恐慌，那就有可能会
必然也会出现问题。那我个人其实目前是没有放什么钱在交易所的。那做合约的话，就是放一些钱在 Bybit， 那其他还是放在比如说以其他形式储备起来，我认为才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放冷钱包啊，或者说在各家比较大的银行啊，各放一点钱的这种。毕竟交易所在 FTX 倒闭过后，确实大家都意识它的风险的程度了。那么我会不会在这个支撑的位置？那确实我们以周线来看，它也确实是在一个支撑，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支撑去抄底呢？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狗狗币。我相信，如果我们讲到上一轮牛市最火热的币种呢，一定就是狗狗币，因为狗狗币它所呈现的涨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其实狗狗币很早很早就有了，我刚入币圈的时候其实就有了。那狗狗币你可以发现它上一次的涨幅是不是在熊市的时候抄底才是能抓到最大波的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我们牛市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到了牛市的中后期的时候呢，山寨币它才会开始暴涨。也就是我们在山寨币开始暴涨的时候，再去买山寨币都是来得及的，因为它的涨幅呢是集中在牛市的中后期，等到它出现一点信号了，那我们再去介入呢，其实都是来得及的。尤其下一轮会很火热的币种，我相信非常非常有可能，我们现在在市值的排行榜上面呢是找不到的。像狗狗币，我认为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说了，狗狗币它以前就在市值前几了，你在前几十，我相信是找得到的。但是呢，它暴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我相信才是迎来我们真正很疯狂的涨幅的时刻就是这段最疯狂。那这一段呢，它的开始的时间就是在2021年的1月25号，就是1月底嘛，1月底的那一周，因为我们看的是周线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它在1月底的那一周，2021年1月底的那一周是在什么行情大概就在这里。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到达的最高点呢，也就是4万，它大概也已经走了我们这轮牛市涨幅最好的涨幅、最甜蜜的涨幅这一段的大概2/3到3/4的这个距离。那其实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就是在牛市的中后期的位置。所以熊市的时候，真的如果是我自己是没有部署山寨币，因为还早得很。它要爆发的时候，要到牛市的中后期我们现在连牛市都还没有看到，至少减半后的牛市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我们离减半期都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个人是不会在熊市就先布局山寨币的，因为我认为呢，下一轮牛市能真正爆火的山寨币呢，它也有可能极可能不是现在在台面上所看到的山寨币，就有点像佩佩那样子，以前根本就不在排行榜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来看的话呢，你可以发现我们从周线来看，目前是没有出现比较像样的这种周线的量能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这一波下跌是还没有出现，它的量能还是跟前面在震荡时间所产生的量能呢一样。至少我们从中线上看是这样那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到了这周的最后才跌了，所以它没有什么时间累积。不过你可以看我们第二根，它的量能也不多。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摊开周线我们要确认趋势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它会产生这种级别的量能，非常非常大根。当然了，这边如果我们没有拉开，我们就看不到。好，那我们给它拉开一下比如说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那我们这波多头呢，它也是有这一根中流砥柱，我们才能确认它的涨幅的。那我们的下跌呢，目前是还没有看到的，所以它有没有可能是调整？它绝对有可能是调整，它有可能只是针对我们前一段上涨的调整，它之后还会继续涨，这绝对是有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上涨还没有结束，而且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高低点的位置，你看低点高点、低点高点、低点高点，所以其实多头走势还是没问题。等等，对，这样话是没错的。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周线的多头给破坏前低点非常重要，一定要破24750的位置，一定得破。我相信这个地方如果破的话，很有可能会是压倒多头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气力放尽了，对，就会变成气力放尽的样子。所以这个位置、这个价位呢，我个人是会很注意的。不过我们要再等多头走势呢，我认为最快都要再走，至少都要再走跟我们上方呢一样的时间呢。我们上方走了58天左右，大概2个月，我们就抓2个月吧。那这2个月的时间呢，如果我们在下方还可以盘2个月，且不跌破前低点的话，不跌破24750的前提之下，盘2个月，那我认为多头就是有机会的。
就是有机会的。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即使它涨了，我也认为最终还是要走空头的。即使它反弹了，有一定的涨幅了，到28000了，或者说27000多了，我相信它都没有延续继续走多头的这种可能性，除非我们真的有时间啊，时间量能走出来了，那才有可能。目前我个人就比较倾向的走向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破，那这样就是会比较难做啊，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位置价位也不好了。如果说开空的话，但如果说它真的下破，那我是会追的。如果我有看到，我一定会追。但是像这种地方就会确实会比较难追一点，毕竟你也知道这个是在凌晨嘛，我们东八区的凌晨确实是比较难啊。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还在睡觉。那如果说反弹的话呢，我也会找一个反弹的位置，然后去做空。那这个是目前的规划。那如果我们切小级别的话，可以看到当前的走势真的是非常弱。那这个位置前高点，我认为它可以标示我们是否会开启一波反弹。如果说我们突破了26800，那么我认为我们会开启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这至少到27000多，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不过目前看来是很弱了，因为我们都在中轴之下。你也可以发现，我们在整个震荡区啊，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穿越26200的这个压力。那目前走势真的是很弱的，甚至随时都有下坡的可能。OK， 所以我个人其实也准备好了，如果说它真的下坡的话，那我也会来吃这一段。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